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原来冻卵，它真的就叫 egg， 原来卵是 egg。是啊。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们都是下蛋的，是吧？来洛杉矶产卵来了。我们是来下蛋的。是不是有一种卵巢被掏空的感觉？来，你看你这个结果现在出来了啊！你今天是要去做冻卵是吗？对。那你看一下。我叫阿布，贵州安顺人，今年马上就要32岁了。我现在是一个纪录片从业者，大部分时间我是一个剪辑师。我有4只猫，我们住在北京。在32岁生日的前后，我决定去美国做冻卵这件事儿。来，开机了！哎，所有人不要动，杆儿再高一点。来，不要动了，15秒正常表情，开始，开心。我是郭磊，我现在是一个自媒体达人，可能说难听点就叫网红。哪有那么容易就真心喜欢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冻卵这件事儿，然后当时我觉得离我很遥远啊，我不需要啊，因为当时我可能有比较稳定的感情，30岁之前会生孩子，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生孩子，等待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其实呢，找个合作伙伴这事儿挺难的，生孩子就更不容易了。不过好在随着辅助生殖医学的发展，人类在这方面已经可以实现更多的自主性。冷冻卵子这项新技术颇为神秘。其实早在10年前，中国就已经可以进行冻卵手术了，但是它只对已婚女性开放，而且只可以冻受精卵。但是从个人来说，我不能等着。尤其是经过了激素6项和卵巢功能检测之后，我更加确定了这一点。你有巧囊知道吗？哦，我做过手术，巧囊。做过巧囊的手术，但是现在还有啊。还有是吗？是建议我做掉是吗？这么大，你要不取下你也怀不了孕。这个，你得先把那个巧囊给它弄掉了，然后这些个卵你要想取，你才能取出来，明白了不？20几岁的时候，就我是不会考虑我身体的感受的，我只考虑我自己这儿想要什么。到了这个年纪，身体开始比不上20几岁，你开始感觉到你是有限制的。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一个真的女人，没觉得我的身体机能很退化或者怎么样。这是输卵管，这是卵巢，卵巢里头有好多好多的卵，里的卵巢功能就不是说特别好了，卵泡呢就不是那么多了，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获卵率啊。最大的问题是年龄啊，35岁以后，它卵巢功能其实就在下降了啊。假如果是我不冻卵的话，是不是就得尽快赶紧要小孩了？对，
我跟他之间的生活就跟婚后过日子没什么区别。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更像在一起生活的战友。他跟我聊婚姻的事儿非常少，感觉周围很多人就都生了孩子，都生了2胎了。我虽然没有那么着急想赶紧生，但我也会担心以后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难生。我认为所有的事情最好都有一个后备方案，不管是人生还是工作还是感情。你知道什么叫冻卵吗？这法律允许吗？离婚的是允许的，但我是打算上国外做去。其实这个是你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吧，我觉得，对吧？你说呢？那就是说，你觉得不是咱俩的可能性？不，那也不是，就是说一切皆有可能，对吧？作为一个喜欢有 Plan B 的人，给我提供了一个 Plan B 吗？ Plan A 是Plan A 当然是正常结婚生孩子呀，但是万一呢？什么时候结婚？随时结婚。你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就在今天。哦，那就不用管了。因为有过一些失败的经验，再加上年纪也在不断的增长，就是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会多么喜欢又多么合适的人，所以选择一个还不错的生活可能也行。您的那个婚姻状况是什么？啊，未婚。未婚，就是只要是单身女性，然后一个人去面签的，拒签率很高，我们不建议这样。多高？您是否曾被拒签、被拒绝入境美国？是。因为像您这有这个拒签记录的，会影响您这次签证的。像您单身女性，很容易去国外不回来了，他就怕你去美国以后不回来了。那如果他要是问我你上美国干嘛，我是怎么说？直接说是旅游，以冻卵的名义去申请签证是吗？冻卵的名义拒签率很高，但是它其实很不合理，对吧？就是因为中国它不让单身女性冻卵。在签证这件事情上，单身女性这个身份也成了一个 bug， 没有婚姻和孩子，你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一切就因为你没有所谓的家庭羁绊。过年了，来大姐，三哥，新娘子哈，手艺。过年好，过年好。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喝酒，也是最后一次。要戒酒，但先敬大家嘛，新年快乐。然后戒酒的原因就是因为，基本上我现在状态就等于是在备孕，但是也不是真的要怀娃，也不得结婚，也不得谈恋爱，就是我会决定在今年起玫瑰冻卵。我们觉得你很优秀，吃饭肯定工作，事业这肯定没问题，就是想着你要成个家。我选择成个家，那个能够自然的就更好啊。儿子，
你别给我谈恋就我大学就离家嘛，然后就一直在北京。然后其实离家乡就很远，我每年回来时间也很少。我们家人也不太爱交流，所以就越来越不了解。动乱的话，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应该小20万吧。20万真的白囊了又，先拿这20万去美国找个营友会，赶紧生娃娃最现实，真的。现在的社会虽然提倡要勇于创新，的确哈，那不是那么创新的。创新，那国家提倡年轻人有大胆的想法，也不是你们那种想法。去找去遇不到，只能到30、15岁啊。没你去。是啊，但是女人的卵子是有限的呀。人类是没有后悔药的，你要记住一点。我觉得你暂时还是不要那么急。你一有保底，你就回不走了。真的。你前一次就把你带走了。对。因为觉得充满有限，关心社会和社会有限，很有好的一面。我唯一相信爱情，渴望有个幸福家庭。可算命说我们的婚姻并不那么如意，说你到40岁的时候会有外遇，这让我担心，真令人担心。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我信佛，这有没有帮助？我试图接近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概念模糊。We generally like to have 20 eggs frozen when we do egg freezing. In our center, on average, at 32 with the normal egg reserve, we expect 1 normal egg for every 4 eggs retrieved. The majority of the eggs are abnormal in all women. And as when we get older, the ratios become less favorable. We generally would recommend 2 cycles to complete the 20 egg accumulation. 之前我听人说，就是因为会提前把这些卵子就很多都排出来，提前排出来，然后就会加速衰老，会这样吗？ So we hear a lot of that from patients from China, that there's no data to support that there's early menopause or premature aging when we do IVF. The eggs that are retrieved are eggs that would have died that month. We encourage patients to exercise 30 minutes a day, 6 days a week. Try to get 7 hours sleep every night, minimize your stress.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smoking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a shorter reproductive window and early menopause. 郭磊，现在的话，我在教你打促排针，后面几天的话，你要自己给自己注射。这是促排针，通过调节身体的激素来促进排卵。成年男性一次能产生8000万到3亿个精子，但是女性每个月排卵期只能激活15到20颗卵泡。这些卵泡能够成熟成为卵子的就1到2颗。促排针就是用药物将卵巢关闭，促进这些卵泡全部发育为成熟卵子，然后提取，再进行冷冻。这个肚子都逮着快成筛子了，冻个卵都这样了，要生孩子得是什么样啊？太可怕了。哦，好烦啊！就是我发现了这个事儿，我们不是晚上当时谈了一下吗？他就说我是一个小男孩，他觉得我是一个小男孩，所以也许他找着了一个小女孩，然后觉得挺喜欢的。如果有孩子，我觉得可能分手的难度会提升吧。所以没想过会这样。
Hello， 今天我又来做头发了，每天都是这个主题。最近就是改变从头开始，我要改变我的形象，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要从头开始改变。有优惠吗？今天的抽奖是3个名额。我要做我自己的事业，我所有的事儿都要自己安排，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我都得自己解决。那要下了，拜拜，爱你们！我都播1个多小时了呢。拜拜，拜拜，么么哒。我是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男性，我可能会活得比现在开心一点。谢谢，谢谢，谢谢，那我走了，拜拜。就是我一般就是直播的时候可能会一直说，然后当这个直播一关，拍直播干嘛？就是当这个直播一关，我可能1句话就不说了都。可能我们都对对方有一些不是100%满意的点，可是你想找一个100%让自己满意的人，其实并不容易。我曾经以为，如果是进展成亲情的话，可能会更稳定。现在发现亲情其实也不稳定。炒得香啊！我从小母亲早逝嘛，我的字典里是没有妈妈这2个字的，具体的那个形象没有，在我这就没有。对，空的，一个空房间吧。基本上从他去世到25岁这个阶段，我根本就想都没有想过这个人。就是有一天非常莫名其妙，我坐在我的宿舍里，突然间就好像一个放幻灯片一样从我脑海里过去。然后我当时我那个宿舍这边是镜子，就是门嘛，门上有一镜子。然后我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镜子，然后看那个镜子的时候，我就好像就有点看到我妈的感觉。外面的宾馆还住了，外头对面的宾馆。没住了，现在都不是宾馆，现金的。不拆迁？啊，听说以后要拆。他在我妈去世前跟去世后是2个人，之前是很开心的一个人。但是我妈去世之后呢，那首先呢，他就又当爹又当妈吧。第二是再婚的一些原因，导致这个家庭有非常多不和谐的东西。他的处理伤害到了我，他也为此受累。天，都破很多样子。外头原来买那个车子是个大院子。有一个水池，一个大院子，所以在这里印象特别深。童年时候，我们经常在院子里去在玩，老妈就在前面工作。在我们整个家庭呢，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也就是在这的7、8年的时间。如果老妈还在的话，你做的现在这样？根据我了解了老妈的性格，这些决定，那肯定都是不会赞同的。
一生中好多决定都是突然。就像读书，我有想法想回来工作嘛，但是那还是迟疑在的。比如你养猫，那爸爸一直都原先想到又读书又是一个人在的，但你喜欢我晓得，养狗没得，你养几个那爸的，但是你养也就养了，对吧？这些都。你好，我现在跟您说一下，咱们过2天咱们美签面签的这个注意事项。行。首先呢，注意一下签证官的情况，尽量选择美国白人签证官来面签。只是相对于白人来说呢，这些亚裔的签证官事儿就比较多一些。过了吗？我跟你说，我签证过了，我太开心了。我明天要去美国啊。然后我现在打针，像现在打针有一种鼻。之前已经打了5、6针了。飞往洛杉矶的乘客请注意，您的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做好准备。我们被安排住的社区名字叫 Pasadena。来了这边，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中国人的聚集地。在医院里也可以看到各种中文标识和会中文的护士。而在我们居住的这样的大房子里，住着许多来美国这里生子或做辅助生殖的中国人。哎，小小，好准备。哎呦，我太怕，要害怕你。我的老乡，他就是许多来美国生孩子的人的其中之一。他与其他3个不同的家庭会在这个房子里待至少2个月的时间。你这次来太顺利嘛？就是不是那么顺利啊。Unfortunately, there's not a lot of healthy ovary on the left. You only have 1 dominant follicle. I'm going to probably see you 1 more time, and then we'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The retrieval appears to be Monday. That's my best guess. But I'd like to see how much. 我就听到他们讲，精子在这边就不值钱，卵子就特别贵。是啊，但是我觉得我的卵子也不值钱，就人家那些卵子库里边全部是模特，20几岁，下过自称，还是个牙医。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正确不正确？这个呢，就是精子银行的网站，把所有您想要的捐精人的一个要求从这里点击，那么它就会出来一个筛选结果。因为这个是匿名捐精，所以您看不到它现在的样子。但是呢，这个网站会提供说长大了以后跟哪个明星比较像。对，这个网站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另外呢，你也会知道说它的一个。Hello，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梦美的合作机构 HRC， 刚刚验了血，抽了8管血，现在准备去做 B 超了。感觉我好像要生孩子了。Hi, I'm fine. So we're going to be freezing eggs, right? Looks like you have a nice thick layer of tissue in the uterine cavity. 看上去你的子宫内膜呢非常的漂亮，也很厚。So these dark circles are the follicles or fluid that contain 1 egg. When the mean diameter of the lead follicles is about 18, we'll give you the final injection to make you ovulate. 好，
那刚才呢，医生看完之后呢，做了一个决定，在就今天晚上的11点半，我会打一个破卵针。破卵针就是让这些卵泡脱落下来，然后就可以在35个小时以后进入手术了。35个小时之后呢，做一个取卵手术。这么快就做了吗？对。好，在手术之前呢，您需要签一个这样的合同。首先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因为现阶段不打算要孩子，为了未来使用卵子才做的手术呢？如果是的话，请在这里打个勾。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因为意外而身亡了，那么卵子作为您的资产，您是希望它被丢弃，还是捐赠，还是给谁进行处理呢？我可以填我父亲的名字吗？可以的，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写在这里。做手术前一天晚上，我梦见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就是要从人的这两边儿，就是整个这样拉开，然后把皮撕开。对，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医生，那这个皮你撕开了怎么再接回去？就说回来这都会缝上针，就所以取过卵的人就是这儿脖子边上都能看见有2道，两边都有刀口，哎，特别可怕。对。然后到手术当天，麻醉师进来了，推了2管药，再一睁眼我就问，这现在是在哪儿？他说你的手术非常成功。哦，我都已经做完了吗？不是才过了10几秒的时间吗？这一睁眼为什么就已经做完了呢？天哪！我说那现在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你觉得你有没有预感什么时候有可能会用这个？如果3年之内我没生小孩，可能就会用了。我觉得，自我感觉我在北京的这几年，就是每天都在，就是不管结婚什么、谈恋爱什么、生孩子这些事儿，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工作，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工作上，然后所以其实耽误了挺多时间的。正好我也要从北京回天津了。哦，你不在北京了？对，所以北京毕竟还是没有什么归属感，就是没觉得哪儿是家。对。虽然我冻上这个卵了，可是我反而觉得最轻松的就是那些已经生过小孩的。这个人他完成了人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生育这件事儿，然后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成为一个母亲对我来说有很大诱惑力，就是既害怕也有诱惑力。那我会被成为母亲这个角色诱惑，那是我很长的一段心理历程的一个结果。做母亲这个事儿不渴望，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然后又要付出很多，身材还会变。在我没法体会这种喜悦心情的时候，我是很难有这种渴望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得做，必须得做。万一用得上呢？难道不是觉得一定用得上吗？不，这是 Plan B。Plan B 永远是万一用得上呢。
吃。这是冷吗没？那个哎，是的，是的。这是冷吗？哎，对，就是是的，是的，这个是。那我真的记不到他声音什么样。我其实很可惜，他的影像太少了，就只有那么几秒。给你上吧。啊？给你上。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在看一个女儿，就是我不太觉得那个人是我。如果有个孩子的话，好像感觉是你可以证明他们存在过。如果真正做嘛，也是个很好的人吧，肯定会是个很好的，很好的人吧。Follow us on YouTube. Discover this side of China.